昨天我们拜访了阿姆斯特丹郊外的风车村和海边渔村，那么今天是时候探访一下这座号称全欧洲最自由城市、那风情万种、多姿多彩的市中心了。我该怎么形容这里呢？古典、现代、优雅、狂野、规矩、自由、简约、性感，这些相互矛盾的形容词，恰恰完美地诠释了这个城市的特性。和欧洲某些陷入混乱和无序的城市相比，它现在依然安全和文明，同时也保留了它别具一格的独特魅力。今天我们白天的计划是仔细去探访阿姆斯特丹2个著名的博物馆。那么到了夜晚，我们自然要去体验一下灯红酒绿的红灯区，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大家都是成年人哈。哎呀，今天吃晚了，都快10点多了，吃一个 brunch。这是一个小餐吧，就在一条河边，环境还是不错的。但这里的气温呢，早晨会比较凉，所以说我们还住在室内比较好。这里是不是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所以价位啊、物价什么的相对比市中心稍微平一点，价格大概是市中心的2/3的样子。A few moments later.阿姆斯特丹第2天啊，这是第3天了。今天就是阴天，还下着雨，就又比较阴冷。这里是国立博物馆的广场。春春号称10年前来过阿姆斯特丹，于是就直接由他带路去国立博物馆。到了一幢非常现代的建筑门口，他还感叹说：“哇，国立博物馆翻修了哎！”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到的第一个博物馆并不是国立博物馆，而是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进入大厅以后，这里购票，但是购票呢，它现在也要你扫码支付，很麻烦。哎呀，这种好学不学，学这种东西，里边还要填个人资料什么的，感觉好像跟买飞机票一样，特别烦。OK， 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购票过程啊，它要在线支付什么，也去中国搞了，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然后正式进入。对，它这原先还不是展厅还在后面是吧 ？OK， let's go。Let's start the tour。这里有点一进入大厅，我们就被安道尔基辅巨幅的布面材料艺术所震撼到。春春这时候还感叹说：“哎，我记得当年来国立博物馆的时候都是古典作品，现在怎么开始展览现代艺术作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闹了一个大乌龙，是我们自己走错了博物馆。当然，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的现代作品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比如后面这位巨匠的作品。中间这幅就是著名的风大拿的一刀100万，在一块平面的画布上用匕首划上这一刀，作品就价值100万美金。这些都是以前在画册上面见过的。虽然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并不在我们的拜访计划之上，但这次美丽的错误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安道尔基辅、冯大拿、玛丽赫尔曼和草间弥生等大家的作品。整个市立博物馆以现代艺术为主，和以古典美术为主的国立博物馆相映成趣，所以说绝对值得一看，不能错过。不到，看到最后才发现他妈是个大乌龙，这不是国立博物馆，这他妈是阿姆斯特丹的市立博物馆。什么？下暴雨了啊！我反正门口那个咖啡厅开门的话，今天这个出行运有点不是很好，开始走错地方。我们说，按理说这个荷兰的这个国立博物馆应该是展出这种经典画作，这不都是抽象艺术跟现代艺术？结果我们的春春同学带错路了，带到他们的市立美术馆、市立博物馆，其实是以现代作品为主。除了以胡英峰参与的，你刚刚说谁最有名啊？这个展里边 Kiefer 嘛 ，Kiefer 是哪个？安塞 Kiefer 就是那个大都是衣服挂的那些。啊，就是前面那个最大的那个立体。我在下雨，下过来了。等一会儿了。
然后估计前面那个才是，对，正前方那个才是，这个才是正宗的国家博物馆。我靠，现在雨下的真是暴雨了，这，哎，我们搞了半天，在他们市立的美术馆里边待了整整2个多钟头，现在才在一片阴风长雨中到达了他们正宗的国立博物馆。啊，这里还有一个是美国摄影展，对吧？这个建筑一看就像是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这种体量的感觉。吹云晒太阳出来了啊！哦，音乐停了，但是我们现在这里排队排了好长，买入场门票。这么牛逼的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啊！他买门票门口就找了一个小妹，手边拿了一个 POS 机，然后再一张一张的刷卡，每个人刷卡的时间起码要1-2分钟。不是小妹。哇，终于见到伦勃朗了！但这个是照片是吧？这是。哎，这照片。真迹在里边。啊，里边才是真迹。康奈利斯。就是那个什么城市来着？有一个城市也叫康奈利斯。荷兰国立博物馆虽然不属于世界4大博物馆，但绝对也是顶级的博物馆。它收藏有梵高、维米尔、葛恩、霍赫、鲁本斯等大师作品，当然，其中最著名的还要算伦勃朗先生。啊，最著名的伦勃朗的艺群现在正在维护中啊，荷兰的国宝。所以现在就不能走进去了，门口设置了玻璃屏障。因为这些油画的画作啊，定期要维护，不然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些损耗。OK， 从这地方开始呢，就是他们国家博物馆号称是叫做黄金时代大厅。这两边不是伦勃朗就是维米尔，都是名作，都是重量级的作品。这就是伦勃朗先生的自画像，一张最有名的一张自画像。这个不起来的角落又是2位大师，莫奈和梵高先生。当然，这个不是他的最有名的几幅画作，但是也算是梵高的真迹。全都是名画。然后这个画室不但是里边的绘画作品有分量，然后这个建筑本身也是非常宏伟、非常精致、非常有气势。哇！所以说，身处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这样的位置，很多人很难不激发出自己的一种艺术的这种原始创造力。拿破仑的像，拿破仑，路易斯·拿破仑·康尼昂·万·荷兰。他当年是好像历史上是他怎么会成荷兰国？但是一个个都给撸掉了，才当国。说的不好听，就荷兰人被法国人给放在地上给摩擦了了。那么就是怂了，就啊，那你要当国王了。欧洲这个地方其实也真是，哎呀，不好说，这是。荷兰那个时候干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他不是投降了嘛？虽然法国是他的国王，照样贷款给英国人打回来，就是。我操，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战争是吧？我操！你把这个钱，你把它给他。欧洲人有时候做的事情，这个脑回路挺清奇的，就是。哇，这个气势。哇，在博物馆里边还有这么一个保持得完好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让我想起了《哈利波特》里的霍兹伯格魔法学院，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仍然对外开放，在下方还有研究人员在里边翻阅图书和文献，这种感觉非常好。这个展览是古代的玩具，相当于是古代版的芭比娃娃加森贝尔家族。这就是古代欧洲的手板模型，这些里边都是可以放娃娃啦什么的。它是做出了一个整个楼做成一个模型，按比例缩小，非常精致，非常逼真。这是我的手，看多大！哇，上面还有娃娃。
这个工艺真是绝了。荷兰国家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这世界上最早的安全措施。上面还有绘画的。The earliest condo in the world。这上面还是绘画的。对啊。那就这个东西它是反复使用的了。就不是传统中国的这些画匠绘画的这些东西，肯定是什么定制的估计。对，这定制。外销是中国最早的外贸产品，外贸全都产品。现在进入了我们大荷兰帝国的传统艺能航海项目啊！荷兰当年可是世界上最牛逼的国家，没有之一，全靠航海技术。都是舰船上的东西了，等于说是。设计模型了。对啊，哇，当年的荷兰的立国之本啊。然后这里是洛可可风的展厅，就是各种华丽、各种华贵的这种风格。今天这个荷兰国家博物馆真是体量太大了。虽然说它的体量还是没有像凡尔赛宫，不是卢浮宫啊、东宫啊这种。那个大英帝国博物馆也很大的啊，四大嘛，对吧？还有一个是美国纽约一个什么博物馆，大都会啊。考验一个博物馆关键的地方是它的礼品店。礼品店，对，就是纪念品店了。对，如果你逛一个博物馆逛得再好，到纪念品店什么都买不买，他们这是一个很垃圾的博物馆。是吧？别说上次我去东宫，我还买了一幅那个假的那个，就是那个他们纺织品的那个小画，就是那个什么夫人啊，那个公爵夫人那幅画，就是一个小镜框的，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是伦勃朗画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后面这个小姑娘是吧？对，就是路人甲嘛。她做成一个小娃娃，这个挺好玩的，多少钱？12块钱，也还行，其实。米菲兔，米菲兔是那个牛奶。是那就是那个倒牛奶的妇人那条米菲兔。这个好的，这个挺可爱的。然后这个也是夜巡里面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人物，就是那个警长士兵，就是那个做中心这位啊。对，这个不是很像，就一眼你如果说没张牌就不知道，但这个看得出来，一看就知道。刚才那个也看得出来，对，一看就知道。我们春是吧？有收获的，是吧？那破费了，说明这个博物馆很有东西。OK 的，对吧？能让我们的铁公鸡猪强烈推荐，强烈。这个米菲都是好的啊。出来了！今天这个博物馆之旅，博物馆奇妙夜不是博物馆奇妙日，连看了2个博物馆，好累。比起刷街啊、什么徒步啊，我觉得看博物馆更考验体力。一不小心多看了一个。对，一不小心多看了。而且第一个看来特别认真，才看错了那个。关键就在这里。对，我还说了，我说妈的，我说第一个我时间反正就之前一整天看一个博物馆，我说慢慢看，仔细看。下雨了。下太阳雨。这跟这个音乐很配啊。快拉风过去。哇！1秒暴雨，1秒太阳。刚说太阳，太阳又缩进去了。阿姆斯特丹这地方这个气候真是太随性了，想太阳就太阳，想晴就晴。又冷又热，又晴又雨。你看这太阳在我在说话的几秒钟之内就一会儿近一会儿明一会儿暗。我们春是彻底已经欧化了啊！每次早上要来喝啤酒，拿了杯尿了嘛，吨。你昨天晚上喝的很新鲜啊！操！Little Bandit。天哪，这里的鸽子啊、海鸥啊，就是当地黑帮啊，当地黑社会，就是各种抢游客食物吃。阿姆斯特丹市区的车很多都是这种有轨电车，坐的挺舒服的，很平稳。哎呀，现在中国国内也就是大连还有这种有轨电车，其他城市都已经没有了。哈尔滨有有轨电车的？我不知道，我没去过哈尔滨。青岛有。青岛肯定没有，大连有的。
A few moments later. 欧洲吃东西，汉堡是保底安全选择。走了一圈，很多什么餐馆都关门，甚至还找到一家新疆餐馆，但是都不是关门就是满座了。各位有心的话，可以到荷兰来看点餐饮店啊，这里的餐饮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店又很少。买2个汉堡，然后对切，每人分1半，这样可以混着吃。来，宝贝儿，吃下去。哦，怎么样？可以吧？唯一世界上能比你 juicy 的就是这个汉堡啊，真的？哎呦我操，那我要吃一下，是啊 ，more juicy than me。吃完了晚饭，现在是9点40分，快10点了，天还是亮的。今天下雨了，但是还好，小雨。哦，好饱啊！这2个汉堡吃下去真是简直吃。但是还想吃几天汉堡啊？啊哈！此刻夜幕降临，我们吃完晚饭，轻松的背景音乐响起。那么现在就要进入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环节，我们要去深入考察一下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了。所谓食色性也嘛，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么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对色情业持开放态度的国家，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可以说是整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红灯区，也不为过。相比其他国家、其他地区那些充满着欲望、充满着发泄和充满了神秘与肮脏的红灯区不一样，我觉得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呢，更像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甚至说是网红打卡点。我们乘坐巴士在水坝广场这一站下车，然后穿越整个广场和后面的街道，就可以到达整个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红灯区，也叫做迪瓦伦区域。虽然说迪瓦伦红灯区算是阿姆斯特丹一个必须打卡的景点，或者说大部分的游客都愿意前往的地方，但是这里呢却没有任何的公交车和地铁可以直达，你下车之后必须再步行一段时间，或者直接打车才可以到达这里。这个呢，也许当初也是这么刻意设计，因为如果说你带着小孩和老人到这里来旅游，坐着公交车或者地铁，街两边就是红灯区的站街女郎的话，这种观感呢，也许也不会太好。当您的眼前出现了老教堂高耸入云的塔尖之后，就知道在这个神圣的教堂背后就是声色犬马的红灯区了。穿过这个教堂后面就是你最爱的红红的，把它红红小粉灯的地方。哇，这地面都被包浆包的真是。这地面上有这样奇怪的雕塑的是哪里呢？就是神奇的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跟教堂区都在一片。可是红灯区现在有点萧条啊，兄弟们。到了著名的德瓦隆，这儿就著名的红灯区。这漂亮的运河两边都是小橱窗，小橱窗里面都是各种妹子，高矮胖瘦由你选择啊。后面就是宗教的虔诚和欲望这交织在一起啊，这就是阿姆斯特丹。无论如何，红灯区还属于敏感地带，直接用手机或者相机拍摄呢不太方便。好在我有火柴盒大小的运动相机，此刻呢刚好派上用场。好，再干活了。可以的，这个眼睛都还没进。在这里进行交易非常简单，您看中了哪个妹子，敲一下橱窗，直接和她谈好价格，她会将您带入橱窗内，然后拉上窗帘，你们直接在橱窗里开干，简单粗暴快捷。有点萧条啊。对，你看都没有粉红灯了。对呀。原来像这种啊。对，看得出来的嘛。可比以前做过的。对面有一个。很萧条，这不行。那么你光顾台下了。
鞭长莫及，拉动不动啊，拉动不了内需啊。哎呀，勿以善小而不为嘛。那你去吧，你的善大。善 spray， 毕竟跟你一块开那个搞物业信功。聊小姑娘就是了，会的。小姑娘他妈比我很难的嘛。我这个还是蛮好的。Video copy， private copy。那这秀看着有什么好看的？我操，傻的。哎，实话实说，红灯区让我们略感失望。首先呢，它比较萧条，街上的橱窗有好多都是空着的，不知道是里边的妹子是去开房了呢，还是压根没来上班。其次呢，这些妹子的生意也并不好，整个过程中我们只看见3对成交的，倒反而是路两边的酒吧和秀场，一些成人秀生意比较好。看来大部分来这的游客也只是来猎奇参观，真正体验的应该并不多。哎，说这么萧条还这么凶，真是。你看，还是纯温柔，对吧？所以我才要拍多啊，还是你好。It's my bitch。晚上回去5分钟一点。没问题。我把装备花给他们钱都花给你。好的，给你打红包。好的。我往里面塞个沫。这酒也好。哎呀，这里总给拍了吧啊，都是老乡了。四川 China。非常有趣的，和红灯区一街之隔的就是唐人街，两个地方真的只是咫尺之遥。哟，这里还有个漫画店。这个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3层楼的漫画店，在这里啊，哎，这个去看一下呀，如果有的话，如果你记得的话，昨天你也说起过的。或者是疫情期间生意不好倒闭了。哎妈的，我你他妈让出来也是5年前还是10年前？10年前了。对啊。哦，个讨厌的，不知道了的。这种啊，现在都但凡有的，如果说这种啊，一场大雨过后，雨夜的阿姆斯特丹比晴朗的白天更加神秘，更加绚烂，更加性感。雨水落在古老的石板路地面上，倒映出这个城市粉红色的夜景和深蓝色的夜空。此刻你可以想象维米尔笔下那丰腴美丽的倒牛奶妇人，以及梵高画作中魔幻神奇的深蓝色夜空，还有伟大的伦勃朗的不朽画作《夜巡》中那一对穿梭于荷兰夜晚街道的巡逻义警。这一切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们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将随着这个城市一起永垂不朽。当然了，在阿姆斯特丹所拥有高雅、严肃、神圣的艺术和历史的背后，则是这个城市不羁、放荡、自由的一面。这里有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最自由奔放的氛围。很多在其他国家地区不被承认、不被许可的事物，在这里呢都是可以合法、大大方方的进行的。不论是对于同性恋的态度，要知道荷兰是整个欧洲最早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国家，也包括了那些对待违禁品啊、对待性交易啊比较宽容、比较松弛的态度。这一切都说明荷兰的社会运行逻辑是在保证大部分人的安全与体面的基础上，有序合理的开放一些看似违禁的东西。那么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并不能说每个国家都适用，但至少在荷兰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荷兰买到好东西了，这叫做他们这个海鲜杯，里边有虾肉、鱼肉、蟹肉，还有贝壳，类似像扇贝一样的东西，然后拿这个色拉酱一拌，一杯才4.9欧元，超划算，里面全是海鲜，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当饭吃，超鲜的，很好吃。好，你看这个别去，就天天玩手机，好不容易远道而来到荷兰就天天玩手机。这个是唯一海鲜，大家今天后半夜加到1小时。干。在阿姆斯特丹流连忘返了3天后，明天我们要启程前往马
斯特里赫特，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这个地方并不在大部分人的旅行清单之上。我们要去那边看一场非常刺激的重金属摇滚音乐节，这也是我们来欧洲的初衷。当然了，这座城市本身也给了我们巨大的惊喜。OK， 下一集马斯特里赫特见。哇，这个地名真的念起来好拗口哎。